大家好，我是威廉。在之前的影片中，我们深度拆解了那套名为华阳的垂直发射系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另一个在空军服役近半个世纪的传奇主角，也就是在2025年7月正式卸下战备的 F-5E 老虎战机。当这架超音速老兵在花莲基地上空组成5机大雁队形缓缓飞越跑道，接受消防水车的水门里致敬时，许多军迷在后台问我，威廉，一架原本定位为廉价出口型的2代轻型战斗机，为什么能在台湾的防空最前线硬撑了整整半个世纪？为什么它在服役末期会频繁发生令人痛心的飞安事故？这背后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后勤瓶颈？而接替它的永鹰高级教练机，为什么最大速度只有亚音速？这难道是航空工业的退步吗？今天我们不用那些深奥的政治术语，威廉要带大家用参数来算一算国防账本，看看当年的航空工业先驱在传统作坊与超音速工艺的断层间是如何硬生生砸出台湾航空自主基石的。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重点是 F-5E 战机极其坎坷，但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引进历史。时间倒带回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国际局势对台湾极度不利，尤其在1971年我们退出联合国后，军方的高性能战机外购管道几乎被完全切断。为了确保复兴基地的空防安全，当时的空军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也就是汉翔航空工业的前身，开启了自行研发与合作生产双轨并行的建军思路。这条路的起点就是代号虎安计划的合作项目。很多人觉得授权生产不就是美国把零件运过来，我们像组装乐高积木一样拼起来吗？威廉要在这里告诉大家，如果你从工业吸收与技术转移的角度来看，这种想法完全低估了超音速战机制造的难度。F-5E 的引进并非单纯的买卖，而是台湾航空工业的升级开端。1973年启动的虎安计划其实是一场技术豪赌。当时航发中心的厂房一半是大陆撤退带来的苏联式传统老机具，另一半则是刚引进的美式 CNC 铣床与科学管理体系。台湾航空工业急需一场从旧时代迈向超音速工艺的技术跨越。但威廉要在这里说个心里话，这种工业转型背后隐藏着极大的痛点，那就是人才断层。当年的航发中心技术骨干是经过几十年参数修正、碰撞失败再重来的资深工程师，但随着人员流动与结构调整，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学费。这让我们深刻明白，国防工业最贵的资源从来不是钛合金机壳，而是那颗经过实战与研发洗礼的科研人才。当我们将失去这些经验传承，研发进度就会滞后数年。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如此坚定地推动国际国造，因为这不仅是在造飞机，更是在培养并留住属于台湾自己的高阶技术火种。回到正题，我们将虎安计划分为了7个阶段，完成了战机自制率从 9% 爬升至 47% 的成绩。这个数据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我们攻克了什么技术难题。从简单的组装到蜂巢板胶合件、机翼蒙皮等关键受力结构的本土制造，这些才是真正的技术壁垒。当时连原厂诺斯洛普公司都被台湾的代工品质震惊，甚至主动采购由我们生产的前机身回销美国。这种逆向出口在当年正是台湾航空科技的荣誉勋章。而这种不计成本的技术摸索与制程标准化，成为了后来 IDF 经国号战机研发最直接的工业基因。可以说，没有当年这 47% 的自制率积累，台湾就造不出后来的经国号，这才是国防工业最珍贵的传承。F-5E 的设计美学在航空史上被称为诺斯洛普主义，核心理念就是简洁到极致。大家看 F-5E 的外形，会发现它比同时期的战机小了1号，这不代表性能弱，而是因为它的设计让机身中央明显收窄，形成优美的蜂腰外形。这种设计能极大降低超音速飞行时的波阻，让它即便挂载2具小推力引擎，依然能爆发出惊人的加速能力。对于飞官来说， F-5E 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人机功效，它不依赖复杂的电传飞控，飞 F-5E 就像是用双手直接触摸空气，那种滚转率极高、机头指向性极佳的操纵感，让每一位飞过它的飞官都称它为驾驶员的战机。此外， F-5E 在战术上还有一项常被忽略的优势，那就是低雷达讯机。由于机身精巧，这让它在低空近距缠斗中极难被早期雷达锁定，甚至连敌机的红外线导引飞弹都难以追踪它的尾焰。这就是为什么在96年危机时，我们敢让它执行贴近海岸线的警戒任务。
它就像是一只潜伏在海浪上的刺客，辗转腾挪间，凭借机动性切入内圈，2门 M39 机炮就能瞬间反杀一切敌人。F-5E 3型战机的火力，说实在的，真的蛮强的。机比2门20毫米的机炮，射速每分钟可达1500发至1700发，翼间挂载响尾蛇飞弹，并拥有5个外挂硬点，最大可携带约3000公斤的空对地武器，包含各式炸弹、火箭弹与小牛飞弹。在航发中心出场的308架老虎中，空军针对不同的威胁环境，将其细分为多种构型。初期的 K 构型，特征是风挡前设有除雨器，后期为了应对战场，加装了雷达预警接收器与热焰弹散布器。BA 构型则针对小牛飞弹进行了改装，并在机首加装了明显的雷达预警天线罩。而后期的 C 构型则是老虎机队的中流砥柱，具备更稳定的航电整合能力。除了战斗型之外，老虎家族还有一个神秘的衍生型 F-5E 虎眼式侦察机。1990年代末期，空军将7架 F-5E 送往新加坡进行光学改装，拆除机、敌雷达与1门机炮，腾出空间容纳长焦距侦照相机。这群改装后的老虎长期肩负台海第一线的战术侦照，不论是动态监控还是灾情空拍，他们始终是国军最依赖的眼睛。然而，英雄也敌不过岁月。F-5E 在高盐、高湿环境下服役超过40年的机体早已不堪负荷。毕竟数据会骗人，但金属材质不会。这种随时会熄火的结构性老化，正是导致 F-5E 晚期频繁发生飞安悲剧的根本原因。在台海的防空体系中， F-5家族有着无法被替代的历史地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当时空军正面临2代机换装、战力青黄不接的阶段，老旧的 F-104 战机因为金属疲劳与缺乏零件被迫集体停飞，而新一代的 F-16、幻象2000以及经国号，不是还在美国进行接机训练，就是刚出场，尚未形成完整战力。在那个局势最紧张、最可能爆发冲突的时刻，是 F-5E 咬紧牙关承接了全天候、高强度的防空警戒任务。老战机在台湾海峡上空用高频率的巡逻，为防务安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但这份功勋却是用极其沉重的飞安代价换来的。在服役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 F-5系列战机在台湾累计损失超过60架，导致57名优秀的飞官殉职或失踪。2007年虎口坠机案意外波及地面星光部队，造成49伤，不仅造成了飞安问题，更影响了国际军事交流。2009至2011年的坠海与撞山事故，从澎湖到冬奥，暴露出了老旧机队在夜间作战与复杂环境下，系统与飞官反应能力的临界点。2020与2021年的殉职案，朱冠蒙上尉与罗尚化、潘颖尊2位中尉的离去，更是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朱冠蒙为了避开民宅导向海岸，却因旧型弹射椅在低高度下失效，导致抢救不及，随后发生的擦撞坠海，让空军下达了史上首次全面停飞的重命令。这连串悲剧不仅是悲痛，更反映出一个现实：当装备超龄成为常态，机队长期超龄服役，也会在人们信心中埋下巨大隐患。F-5E 在96年台海飞弹危机时确实扛下了防空大梁，但这种靠意志力硬撑的防御模式，随后却演变成了一种被动路径依赖。服役近半个世纪，牺牲57名优秀飞官，这不仅是悲剧，更是对生命的漠然。回顾这些事故，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面对机队老化，过去惯用的处理模式似乎永远是停飞特检、结构检查、再复飞。这种头痛医头的处理方式，虽然能在短期内维持战备，却刻意忽略了 F-5机队早已不堪负荷的结构性老化。我们宁可将预算与心力耗费在维持旧机的生存上，却难以正视汰换其成的急迫性。这反映出一种典型的体制僵化，一种只要不出事就倾向维持现状的行政思维，而这往往导致悲剧发生后，责任归属总是被简化为飞官的操纵因素。这种处理逻辑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更令人无奈的是，近年来在立法院中关于弹射椅预算案的争论，有人将军事专业的编列简化为廉价的政治对比，试图用这种操作来转移焦点。这不免让我们感到困惑，过去40年来，我们在国防建军上是否太过于迷信外购这条被动路线？这种过度养人鼻息的思维，让我们习惯将国防大门的钥匙交给外国厂商，认为这就是最安全的方案，却忽略了国际供应链的波动才是造成汰换计划不断延宕的真正结构性风险。
这种将国防完全交给军火转包的逻辑，真的还适合我们吗？我们过去的防御逻辑长期处于被动等待外援的舒适区，而飞官们则被迫用最精湛的技术去弥补行政决策在时间轴上的落差。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坚定推动国际国造。这不仅是一项工业计划，更是一场革命。我们要打破将建军视为代购的旧有习惯，把防御的核心钥匙掌握在我们自己的工程师与飞官手中。因为只有当我们拥有自主的研发能力，我们才不需要再透过这种政治博弈来换取一线官兵的安全。这不是在推卸责任，而是为了避免让下一代官兵继续被困在这种靠老装备苦撑的日子里。无论政坛如何争辩，老旧战机的汰换最终都得回归到一件事：我们要有能够实质交机的战力。为此，政府主导汉翔研制的永鹰高级教练机，从2020年首飞到2021年交付，这条路走得确实艰辛。对于永鹰，很多人最直观的疑问就是 F51 是超音速战机，为什么接班的永鹰最大速度只有亚音速？这难道不是倒退吗？对此，威廉要从现代空军的培训逻辑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常见的误区，那就是现代空战比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缠斗，而是软体战争。这就是现代空军战略高度的差异。以前的飞官看着导航仪飞，现在的永鹰透过数据链能及时接收来自地面雷达或预警机的目标资讯。它不仅是一架飞机，它是整个防御系统的一个战术节点。当飞官在永鹰的训练阶段学习的也不再是空中缠斗，而是如何在强大的电磁干扰下处理庞杂的数字战场资讯。永鹰虽然是亚音速，但它搭载了极其先进的数位航电系统，它的座舱界面与 F-16V 高度同步，能够完美模拟现代主力战机的作战环境。这意味飞官在训练阶段就能建立起数位空战的决策思维，这种训练效率远比开铸超音速，但航电早已跟不上时代的老战机要务实得多。用一架高安全性、维护成本低且航电先进的数位平台去替代零件断档、危险系数极高的老战机，这才是符合现代空军发展规律的抉择。现在，随着2025年 F5 家族正式除役，原本的任务也将由 RF-16 侦察机与无人机接手，一同建构出有人与无人协同的数位监侦网。国军采购66架永鹰高教机，以逐步汰除 F51 的规划。在经历了2024年度因全球防疫导致的航太供应链中断，原定交机18架受阻，而仅交付11架的波折后，在2025年4月，国军成功补齐了进度，并于7月4日在花莲基地为 F5 家族举办了盛大的除役典礼，宣告这款守护台海半个世纪的老兵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回首这段历史， F5E 在台湾空军的服役史是冷战地缘政治、防务自主摸索的缩影。当我们合上这本国防账本，你会发现自主研制的政策虽然在初期面临大大小小的挑战，但它让我们在历史上首次完成了航空工业的完整闭环。这意味着战时系统如果遭遇干扰或威胁特征的变化，技术团队能够自主及时的修改火控演算法，而不需要等待外方漫长的技术资源。这种自主掌控才是未来持续作战，免于被外部供应链切断的核心基石。我们之所以能对未来保有信心，能继续享受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由，背后都不是依靠幻想，而是依靠这些实实在在、随时保持战备的国防科技，支持这种务实理性且具备不对称优势的发展政策，就是支持我们自己的未来。以目前的大家觉得国际国造的这条长跑之路，我们是否应该坚定的走下去？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理性评论。同时，如果你曾经在 F5 系列战机部队服役过，或者亲自去基地参观过这款老战机，也欢迎留下你的故事，威廉会给你们的留言点赞。如果你喜欢这种用参数和逻辑来拆解军事装备的深度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我是威廉，感谢大家对国防科技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